元尊的表情非常的认真。你终于出现了，等你很久了。面对神器联盟背后的这位神，就算是他都得施展全力，因为对方的实力极其之强大。从他的现在气息来看，至少也是一位达到了大道巅峰的神。不过对于元尊来说，只要在同境界，那么他就是无敌的存在。所以就算是这位神来了，元尊也丝毫不惧。今日说过必须带走萧炎、林动、沐尘三人，这位神器联盟背后的那位神突然就出现在元尊的面前。虽然只是一只暗红色的眼睛，但是元尊可以透过气运之力洞穿他的真面目。他一袭华丽而神秘的长袍，风神俊朗的脸庞上镶嵌着一双深邃的暗红色眼睛，散发着让人敬畏的神圣气息。不，那不是神圣，而是魔之神，万魔之神。那是一位曾经在天古浩劫中率领圣魔尊入侵整个大宙9界，万千位面的毁灭之神，万物生灵神灵都称他为魔神。魔神凝视着元尊，脸上闪现出一丝惊诧之色。你的身上有他的气息，不对，但又不是他。他的眼神不由自主地落在元尊身上，敏锐地感受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不同寻常，仿佛因为什么原因而变得异常的强大。你的力量竟然领悟了大宙前毛的气运之道，这也难怪连神器联盟的9位副盟主都奈何你不得。他的神情严肃，双眼中透着无尽的魔神之威。他似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竟然有一个可以领悟到气运之道的人物。要知道，当初拥有气运之道的那个神，在那一场神战中道种破碎，已然没有了生还可能。可是为何他透过元尊的气息看到了他身上的某些特质，令他沉睡了千万年的记忆也是逐渐的恢复过来。那是一个曾经被遗忘的无上传说，后人无人知晓，只有那些参与了那一场神战者方才能够知晓那时候的事迹。才苏醒不久，就遇到了拥有气运之力以及焚神之力的拥有者，并且还有着另外2道无上的气息。虽然这4大神力非常的强大，但还没有彻底的激活出其中真正的力量，所以在这力量彻底的激活前，他必须要将他们统统留下。其中特别这个实力达到大道巅峰的元尊，毕竟那焚神之力以及其他无上气息的那3位倒还不算什么。可是这位元尊的各种神界大传奇的事迹传说和故事，以一人之力战神指联盟且不败，这样的恐怖战绩已然说明了他所修的气运之道已经与传说中的那位无上有着某种不可言状的联系。元尊眼神变得冷厉下来，刚刚他通过气运之力看到了对方所想，没想到这位魔之神一下子就猜到了他所修炼气运之道的由来。我应该称呼你为魔神吧，天古浩劫的毁灭之神。什么魔神？听到元尊的话语，远处的萧炎、林动、沐尘早已经大吃一惊，脸上挂着无比惊骇之色。没想到这神器联盟的那位神就是那天古浩劫的毁灭魔神，这简直有些出乎了他们的意料。虽然萧炎、林动、沐尘3人没有真正的存在于天古纪元时期，可是同样有所了解过关于天古浩劫的信息。那是一个极其惨烈的绝望的神战，几乎当时的所有神器强者都参与了那一场浩劫之中。不过最后那些无数神器强者，其中不乏有诸多的巅峰天位神，还有主神都陨落其中，以至于浩劫最后究竟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肯定是，大宙肯定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无数诸神陨落，也给天古纪元画上了句号。那一个时代繁华的落幕，直至天古文化的最后消失，那么这一切都是由奇异的魔神造成的。也不知道为何当时魔神没有陨落，而是沉睡了千万年。那一场天古浩劫的神战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哈哈哈，过了千万年了，竟然还有人知道本神的身份，是他的记忆唤醒你了吗？魔神仰天大笑了一声，他虽为魔神，可是他的长相却是风神俊朗，脸庞上镶嵌着一双深邃的暗红色眼睛，散发着让人敬畏又绝望的魔神气息。自从我获得大道机缘后，我便开始知晓了你们的身份和你们的存在，以及那一场天古浩劫所发生的一系列事迹。而我在诸神万界创建神元宫，就是来暗中调查你们这些魔物的大计划。当时我一人战神指联盟，就是想是否可以感应你的存在，结果还真的让我察觉到了一丝魔的气息。不然你以为就凭办到神实力的9位副盟主和1位阁主，以及9名天位神实力的9大神君，就想击退我可没有那么容易。当初我只是来确定你的存在而已，既然已经知道了答案，我自然就要撤了。此话一出，更是让远处的9位副盟主以及那位9域天神阁的阁主都冒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那个时候的元尊并没有出全力，可是将他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元尊的实力已经远远的凌驾于他们之上。从之前与之战斗的情况来看，都抵不过元尊认真起来的一招，就足以说明元尊的实力深不可测，更是将气运之道修炼至极深的层次。元尊前辈萧炎、林动、沐尘3人此刻自言自语了一声，感觉对元尊的实力愈发的拉开更大的差距。同时在看向元尊时，后者的修为以及对自身气运之道的领悟，怕是已经让自身成为了大道，大道成就了他。但这并不会让他们3人放弃。
一起追逐的主神之路，他们也一定会迈入大咒的最高境界主神领域。果然如此，本神对你真是愈发的感兴趣了。正好，既然今日你撕裂开天域的空间来到这里，那么就让本神见识一下你的气运之道究竟修炼到什么程度了。魔神的语气变得异常的阴沉下来，周边的黑暗气息开始无尽的翻滚涌动，整个天域世界的能量全部附加在那只暗红色的眼睛之上，仿佛天域的真正主宰之神降临，魔威笼罩，任何神灵都无法逃脱。